我在江眠穿书的第一天，我发现了我的金手指，那便是全家都能听见我的心声。于是，一场拯救计划展开了。可是这一切的背后，居然还有一场接一场的阴谋在等着我。江氏今日正式收购蓝星。我脑袋里这些记忆是什么？不对，我居然穿书了，还是即将被陷害导致家破人亡的炮灰江家。我一定要拯救这一家炮灰人生。刚才谁说话？他是在问我，他是不是听见我的心声了？我简直就是天选女主啊！不对，我还得再确认一下。大哥，别犹豫，董事会都等着好消息。好消息个屁！他们早把你名字塞进担保名单，签完你就是替罪羊。音响串台了？蓝星账上写着1年卖30亿，其实20亿都是编的。担保方空着，他们等你签完就补你名字。这个担保附件为什么是空的？那是流程模板，正式归档前会补钱。模板个鬼！爸，先别签。装病会不会？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心口不舒服。江董，医疗团队就在外面，合同先签，检查不耽误。听听，这像人话吗？他恨不得把棺材也写进补充协议。陆总，合同延期，江氏要重新查账查资料。查江启明今天见过谁？江家那边也一起查。江董身体不适，签约可以延期。样机我们先收回，等你们查账查资料的时候再送到江氏。爸，台上那台中空样机必须带回来，里面有没删干净的机稿，你就是撒泼也得把它带回来。那台机器，江氏带走。大哥，你刚才已经够难看了，别再折腾。二叔急了，样机一带走，他和陆怀川那点脏账就藏不住了。江董，那只是路演样机，里面都是蓝星内部系统，不方便外带。不方便？江氏要花几十亿买你们公司，连台样机都不能看？江董，样机涉及核心技术，必须走保密流程。核心技术个屁！核心是你们没删干净的假账缓存。既然涉及核心技术，更该带回去查。万一有安全隐患，江氏签了字，谁负责？这当然不会有隐患。你保证？当着媒体保证？江董，没必要把事情闹成这样。陆总，你刚才不是说蓝星经得起查吗？一台样机都不敢给，江氏凭什么信你？盯那台样机，还有蓝星 CFO， 查他最近1周的行程。大哥，样机带走可以，但别在镜头前说的这么严重。就要在镜头前闹大了，他们才不敢动手脚。江氏暂停签约，重新查技术和账目。江董，临场反悔不好看。不好看，总比不好活强。样期由双方共同封存，送江氏检测，全程录像。江董今天倒是谨慎的不像传闻中那么好说话。人快死过一次，总会长点脑子。还不够，爸，这只是第一颗雷。签约台上，我听见你在说话，是你的心声还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听见，但我知道陆怀川要害江家。这台展示电脑里有证据。你确定？打开就知道，晚了他们会远程清空。绵绵，这东西真有问题？当然有，就是这台机器被拿回去清空，江家才一点证据都没有。哟，还真有东西，演示缓存、付款截图、担保名单，删东西都删不干净。江启明，
我什么时候给蓝星做过担保？等你签完收购，他们就说这些债你早知道，江氏是主动接盘。你心里说的都是真的。现在信我，江家还有救。我先做3份备份，一份离线，一份云端，一份给律师。有人在删数据，能拦住吗？能，但最多3分钟。对方已经发现样机被我们打开了。不是发现，是陆怀川怕了。下一步怎么办？哥，今晚去云顶会所。去会所？这时候？对，去花钱，去闹，去把陆怀川藏钱的地方砸到所有人都看见。你刚才说砸场是真砸还是假砸？你只管包场花钱，逼他们开发票，动静越大越好。懂了，败家这事儿我专业。江少，今晚还是老包厢。老包厢看不起谁呢？今晚我包场。包场？怎么，江家大少花钱还要看你脸色？江少，不是不行，只是今晚有几位重要客人。重要？有我钱重要吗？就这么闹，别砸东西，砸场面。只要他们开票，空壳公司的名字就藏不住。发票。还有，今晚所有消费都开发票，酒水、包厢服务费一项不落。江少，咱们这儿一般不开那么细。逼他，越多人看见，他越不敢拒绝。怎么，你们这么大个会所，连正规发票都开不出来？开，当然开。江少，稍等，我让财务准备。不用等。先把抬头打出来，我看看。就是他，陆怀川洗出去的钱，第一站就是起源咨询。副总，那是江家大少，还有江绵，他们来会所闹事，不像闹事，像取证。今晚江少高兴，继续开，开到我满意为止。继续，今晚我高兴，所有消费都开清楚，少一张我就投诉你们。江少，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我花钱，你开发票，天经地义，为难你什么了？陆怀川的钱就是从这些壳公司绕出去的。给谁报信？副总，江小姐，云顶今晚这么热闹，原来不是江少心血来潮。我哥败家，还需要理由吗？败家败到专挑关联公司开发票，江少挺有章法。副总看够了吗？这是我们江家的东西。你知道起源咨询是谁的公司？不知道，名字难听，随便记住了。江绵，你不是来玩的。怎么了？哥，走，回家。江绵，想保江家，躲着我没用。二叔，来我家开会。经理，你闹得满城风雨，董事会电话都打到我这里了。二叔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补充授权。大哥身体不舒服，后续和蓝星沟通，我来代为处理，先稳住局面。不能签，他拿到授权，明天就能替爸补签收购书，江家死得更快。我什么时候说要让你带我处理？我是为江家好，陆总那边已经很难看了。陆总难看，你是怕陆怀川答应给你的好处全都打水漂吧？启泰，至少等律师看过。嫂子，律师一介入，事情就更大了。爸，今天所有一个字都不能签。绵绵，你以前从不管公司的事儿。以前不管，是因为我信家里人。现在看来，有些人不配。告诉董事会，江氏要查账查资料，谁急谁就有问题。大哥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的人还不知道是谁。起源咨询、星桥服务、恒茂文化，云顶的钱从这几家公司走，样期里又有蓝星付款截图，这不就串上了吗？还不够，只能说明他们有问题，不能证明江家没参与。绵绵，
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会害你爸？我只是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，不能说传书，说了他们也未必信，还会觉得我疯了。不会是二叔又回来了吧？先看清是谁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，来提醒你们，陆怀川已经让蓝星报失，说江氏强行带走商业机密，他倒打一耙。明早之前，媒体会收到通告，标题大概是江氏收购失败后恶意抢夺蓝星核心技术。他还要脸吗？来了，原剧情提前了，上一世就是这篇通告，把江家打成了抢技术的强盗。江小姐，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。应称镇定，副总不也不意外吗？说明你也盯陆怀川很久了。这是云顶3家公司的公开股权资料，够你们撑过明早第一波舆论。条件是样机里的原始文件给我一份。凭什么？给你可以，但你要帮江家证明，样机是双方封存带回，不是抢。成交。傅燕慈，这一回你最好别站错边。江董，蓝星指控江氏抢夺商业机密，是真的吗？样机不是江氏抢的，是双方当场封存后带回检测，全程有录像、有签字、有见证人。见证人是谁？我在现场，样机封存时，江氏、蓝星双方人员都签了字。副总，富士资本为什么替江氏作证？不是替谁作证，是替事实作证。还算靠谱。原剧情里这时候江家没人证，被骂得连门都出不了。昨晚我在云顶正常消费，要求开票，结果发现收款公司和蓝星资金往来高度重合，请问这也叫偷技术？收款公司能展示吗？起源咨询、星桥服务、恒茂文化，名字我都念出来了，谁急谁解释。江氏接受调查，也欢迎监管介入，但江氏不接受栽赃。请问蓝星资金到底有什么问题？这一关算过了。他们不会只准备一篇通告。绵绵，起源公益是谁？妈，别碰那笔钱。绵绵，你说不能碰，是这笔钱有问题。钱一进基金会，明天就会有人说江家借公益接了问题资金。他们还敢动我妈！原剧情里，妈妈就是被这笔钱拖下水的。她明明1分钱没贪，却被骂到基金会停躺。这笔钱不能收。不能直接去了，他们会说江家心虚。你想让他们自己露馅？副总不是也这么想？你好，温理事长，3000万捐赠已经走完流程，只要您回复确认，我们下午就能打款。感谢起源公益，但基金会有规定，大额捐赠必须进入监管账户，资金来源、最终用途、捐赠方实际控制人都要同步公示。漂亮，妈比我想的稳多了。你保存。早录了，这就怂了？不会，他们还会换个法子逼妈妈收。他们约我今晚见面，那就去，让他们当面解释给所有人听。今晚起源公益将向温之灵基金会捐赠3000万，用于山区助学项目。他们还真敢办。他们不是来捐钱，是来逼妈当众点头。只要妈妈说一句感谢接受，明天这笔脏钱就能栽到基金会头上。有请温理事长上台确认接收捐赠。感谢起源公益的善意，基金会欢迎每一笔透明、合规、经得起查的捐赠。按照基金会制度，3000万以上捐赠需当场公示资金来源、实际出资人、监管账户和用途明细，请起源公益负责人配合确认。妈，这刀软得真疼。温理事长果然严谨，他亲自来了，
资金来源当然可以公示，只是今晚这么多外媒体在场，如果流程拖得太久，外界会不会误解江家不愿意做公益？拿公益道德绑架，逼妈借钱。真正的善款，不怕等10分钟，来路不明的钱，才怕多问一句。查起源公益今晚打款账户。温理事长，江家现在风波不断，何必再给自己添麻烦？陆总说错了，我不是添麻烦，我是在挡麻烦。陆总，请签字确认，资金没问题，今晚就进监管账户。资金来源真有问题吗？温理事长太谨慎了，起源公益做了这么多年公益，从没出过问题。那就更该经得起公示。外界会不会觉得江氏风波之后，连公益都要拿来做文章？他又开始绑架人了。这就是他的惯用招数，谁问钱从哪儿来，谁就是不善良。陆总既然这么确定，不如解释一下，这笔钱为什么从起源咨询的账户绕了一圈？副总也对公益捐赠感兴趣，我只对不正常的资金路径感兴趣。起源咨询不是昨晚云顶插票上的公司吗？巧了，我也想问，咨询公司向公益基金拨款不违法？不违法，所以我们才没拒收。我们只是要求进监管账户，公开来源和用途。陆总，你为什么不肯？如果这笔钱清白，基金会今晚就收；如果说不清，基金会一分不碰。既然江家这么不信任起源，这笔捐赠暂缓。他退了，不是退，是换刀。江小姐比传闻中聪明，陆总比账面上心虚。这一局江家赢了半步，半步不够，他今晚一定会让人发第2篇通告。来了，江小姐，你们是不是早就准备好让副总出面配合？刚才陆怀川自己不敢签。哥，别骂，现在谁先急，谁就像心虚。陆怀川等的就是江家失控。绵绵，我看到热搜了，你把手机给我，我认识几个媒体朋友，我帮你解释。沈巍，原剧情里就是他把我妈剪成拒收善款的恶毒阔太。程理哥，你这么看我干什么？看你热心。解释不需要交手机，完整视频已经在我助理手里。副总准备的真周到，不用别人帮，我们自己发。温之言基金会从未拒绝善款，我们只拒绝来路不明的钱。起源公益愿意公开来源，监管账户随时打开。视频里确实是陆总先暂缓捐赠，爆料剪掉了公示资金那段。薇薇，这么急着去哪儿？我去联系媒体帮忙。帮谁的忙？帮江家还是帮我二叔？匿名爆料的首发账号、注册邮箱和沈小姐工作室有。不是我，一定是有人盗号。那就报警查。陆怀川的第2把刀终于露饼了。沈小姐，匿名高料账号真的和你工作室有关吗？你刚才说帮江家解释，为什么高料却从你那边发出来？我不知道，真的不是我。绵绵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怎么可能害你？你刚才伸手要我妹手机的时候，可不像无辜。我只是想帮你，我怕你不会处理媒体，才想替你发声明。上一世你也是这么哭的，哭完我妈成了恶毒阔太，我成了全网笑话。薇薇，如果真是盗号，现在报警最清楚。报警？不用闹这么大吧，都是误会。误会不怕查，首发账号剪辑原文件，登录设备，半小时能锁定。手机拿出来。凭什么？凭你刚才说自己无辜，你敢让警方查，就不用怕现在亮出来。对啊，沈小姐，既然不是你，亮一下也没什么。谁发的？不是，你们看错了。江启泰。江启泰，江氏副董事长，所以江家内斗是真的。我只是发了视频，我不知道他们要害基金会。江二叔说，只要让外面以为江家自己炒作洗白，董事会就会逼江董回去签约。你叫谁二叔？江二叔，是江启泰让我做的。跟上去。来接应沈巍的人才是下一条线。
二叔，这回轮到你藏不住了。先生，走这么急，我不认识你。不认识没关系，手机认识就行。别动手，他只是跑腿的，真动了手，明天又变成江家仗势欺人。自己交，还是报警后再交？江董办，我爸的人我怎么不认识？接。人带走没有？沈巍那边闭嘴了没有？二叔，是我。绵绵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为了搅黄收购，连家里人都查。家里人不会往我妈身上泼脏水。云鼎会所，你跟着城里进了前台，慈善晚宴，沈巍又拍到你一直贴着你妈说话。绵绵，你一个从不管公司的小姑娘，突然出现在每个关键节点，董事会会怎么想？他要反咬我控制江家，让董事会逼罢交权。你少拿董事会吓人！明早9点，临时董事会，大哥如果还想保住位置，就让江绵别再插手江氏。备份录音，查江董办这条线。董事会那边，你能查到谁和启源资本有资金往来吗？能，但你确定要把自己推到台前？他们都冲我来了，我躲在后面，江家才会输。谁说你一个人上？好，明早我会以富士资本分控代表的身份到江氏，蓝星收购的资金风险也该有人说清楚。那就让二叔看看，谁才该闭嘴。江董，今天是董事会，江小姐不在公司任职，坐这里不合适吧？绵绵还年轻，不懂公司规矩。大哥，你别什么都由着孩子。二叔昨晚还派人接沈巍，今天就开始讲规矩了。程理，说话要有证据。有。人带走没有？沈巍那边闭嘴了没有？启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只是让人处理家事，沈巍乱发视频，我当然要先把人带走，免得继续扩大影响。他早就准备好说辞了，录音只能让他难看，还打不死他。真正该解释的是江年，签约会停签，云鼎会所闹事，慈善晚宴逼退善款，全是他在背后指挥。各位，江氏什么时候由一个不任职的小姑娘做主了？江董，这确实不合规。不合规？让陆怀川坑江家就合规？我提议暂停江启明董事长职务，由董事会接管蓝星收购后续谈判。二叔说我不该插手江氏，那我问一句，启源资本给几位董事转过咨询费，算不算插手江氏？3位董事关联公司，过去半年收到启源资本系下公司共计1200万，资料可以现场核验。傅彦辰，这是江氏董事会，轮不到富士资本插手。我代表富士参与收购资金风控，也受银行委托核查蓝星项目风险。我今天坐在这里，不是替我爸做主，是提醒各位，谁急着让江氏签蓝星，谁就该先解释自己收了谁的钱。绵绵，你真要把江家闹到这个地步？二叔，是你先把刀递到外人手里的。江董，银行刚来通知，江氏一笔短贷被要求提前还款。来了，抽贷提前了。江董，江氏有一笔3000万短期周转贷款，下周到期。现在风险评级变化，银行要求提前还款。下周到期，今天让还，你们这不是逼人吗？这是风控流程，风险评级为什么突然变化？江氏仓库库存报告异常，叠加蓝星收购争议，银行需要控制风险。假库存报告，原剧情里就是这份报告让银行抽贷，江家资金链被活生掐住。大哥，我早说了，别把事情闹大。现在银行都不信江氏，3000万虽然不是天文数字，可今天要还，账上现金流扛不住。启源资本愿意提供过桥资金，只要江氏继续推进蓝星收购，这笔钱今晚就能到。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先让银行掐脖子，再递绳子救命。程理，你少阴阳怪气，公司不是靠嘴硬活着。库存报告是谁给你们的？江氏财务部递交的。
把原始库存报表调出来。江董，系统里昨晚10点更新过一版，签名是仓储部主管。不对，仓储主管只是替罪羊，真正调包标签的人在城北3号仓。你知道问题在哪？城北3号仓，现在去。董事会还没结束，你又想带人闹仓库？二叔不想去，银行代表也一起去。库存是真的，江氏还款计划照常谈；库存是假的，谁提交假报告，谁解释。可以现场核查，我也去。富士风控需要确认风险来源。走。仓库门要是被人提前锁了，我就连门带锁一起报警。想通风报信，晚了。所有人手机放桌上，去仓库前谁都不许打电话。江董，您怎么突然来了？仓库今天系统维护，不方便查。哼，巧了，我们就喜欢查不方便的。程旅，别吓唬员工。C 区3排，先开。开。可报告上写的是满仓，里面不是核心零件，是废旧外壳。就是这里，上一世银行看到的假报告，就是用这些空箱和假标签做出来的。标签是新的，胶还没干口。那边有打印机。我不知道，是有人让我昨晚换的，说只是补录系统。谁让你换的？别胡说八道！二叔急什么？又没说是你。昨晚10点14分，批量打印320张，操作账号不是仓储部主管，是谁？江董办临时权限。江董办不止我一个人能用，那就查谁申请的临时权限。二叔，敢吗？如果江氏能证明库存报告被恶意篡改，提前还款通知可以重新评估。听见没？有人白忙一场。仓库只是保住资金链，真正的刀还在蓝星那份假审计里。你带我们来复试，到底想查什么？蓝星当初给投资方交过一份查账底稿，拿到它，至少能知道蓝星有没有藏账。你有备份？我有权限调取。那份底稿不能直接用，它要是假的，江氏明天就彻底说不清了。明天，江氏会说不清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傅衍慈，你套话就套话，别吓我妹。完了，他也听见了。不对，傅彦春不是江家人，怎么会听见？先查发地，其他的等江家活下来再说。这是蓝星半年前交给投资方的版本，账面很好看，订单、库存、现金流都对得上。不对，中间少了3页。奇怪，系统里确实有一次替换记录，时间是昨天晚上11点。又是晚上。调原始版本。原始版本被锁了，需要蓝星 CFO 周宇安授权。那就找周宇安，他手里有真账。江敏，你到底还知道多少？知道的够救江家。我让人去蓝星堵他。太慢，现在他只要发现我们在查，就会跑。周宇安今晚会去机场，他带着真账本，想把自己摘出去。先查周宇安，他锁着原始赶稿，这时候最可能跑。查周宇安行程、车牌、航班。你怎么突然查他行程？一个锁底稿的人，最怕别人查底稿。查到了，周宇安半小时前订了今晚11点40的机票，目的地新加坡。还真要跑。徐经理，这么晚有事儿？周总，蓝星原始赶稿需要你解锁。系统维护，明天再说。原始底稿你不交，陆怀川会把假账全推到你身上。我听不懂。那我换个说法，你现在解锁稿，复试可以保留你主动配合的记录。你拒绝，我现在通知机场和监管。我只给10分钟。授权通过。
订单少了20亿，担保附件也不一样。现在这个版本确实被换过。不对，这篇明天才会发，陆怀川提前动手了。他知道周宇安松口了，那怎么办？把真底稿发出去，现在，立刻。证据够多，但如果江氏自己发，外界会说你们自证清白。那怎么办？等他们骂死我们？交给第三方，富士和银行，再加监管邮箱。江氏不是发声明，是主动提交证据，要求核查。绵绵，集团楼下全是记者，你那边查到了什么？爸，蓝星稿被换过，真稿在富士这里。云顶发票、仓库标签、慈善资金路径都能串起来。交给傅衍吃，交给银行，交给监管。江家不藏，也不求他们私下帮忙。我们要当证人，不当嫌疑人。爸，你信他？我信你。老头总算聪明一回。上一世他到最后都没来得及说这句话。整理证据目录。每一份标时间、来源、取得方式，不能让对方抓程序漏洞。明白。所以要把封存录像放第一位，再放周宇安解锁记录，他亲自授权，陆怀川赖不掉。证据包生成了，按下去就是正式开战。早就在打了。我去见记者。爸要公开露面，你和程理先去大厅，别让江董一个人顶在记者前面。我带许曼宁把复试接收回征和确认函补齐，随后进场。好，记者面前先稳住口径。江董，江氏是不是卷入蓝星资金异常链？你们提交证据，是不是为了抢在监管前面洗白自己？江氏已经把展示电脑原始文件、蓝星真草稿、云顶发票、仓库附加记录全部提交给富士、银行和监管邮箱。江氏不逃避调查，也不会替任何人背锅。这帮人就差把话筒塞爸嘴里了。别冲动，今晚谁急谁输。富士已收到江氏提交的证据包，初步确认蓝星提交给投资方的查账底稿存在替换痕迹。副总，这是替江氏背书吗？不是背书，是风控核查。江氏提交证据不等于江氏无责，但蓝星底稿被换是事实。他说的很谨慎，帮江家，但没把富士绑死。那蓝星和陆怀川是否涉嫌造假？等完整核查结果。说了等于没说。但够了，只要外界知道底稿有问题，江家就不会被一口咬死。江小姐，这是证据合供协议，后续所有原始材料需要由富士、江氏、银行三方共同保管。共管？你们想把我们手里的证据也拿走？不是拿走，是防止任何一方篡改，包括江氏。你怀疑我们？我怀疑所有利益相关方。这里写富士有权在风险必要时单独调取材料副本。风险发生时，等三方签字会来不及。果然，合作是真的，防着江家也是真的。你不信我？副总不也没信我吗？协议可以签，但副本调取必须留痕，实时同步给江氏和银行。可以。先合作，别掉底。江小姐，防人这点我们倒是很像。大哥，你最近身体也不好，不如先暂停董事长职务，由董事会临时接管，等风波过去再说。说的真好听。暂停我爸，方便你替陆怀川签字。程理，我是在保江氏。保江氏还是保你自己？银行提前要求还款前一天，有人用江董办名义给银行发过库存异常提醒，发件 IP 在二叔办公室。齐泰，是你先联系银行？江董办每天发那么多邮件，凭一个 IP 就想扣到我头上？他肯定会这么说。下一份。昨晚仓库标签打印前，有一份临时权限申请，审批人
是江副董秘书。秘书行为不能代表我。二叔办公室真热闹，谁都能替你干坏事儿。启泰，昨晚沈巍已经说了，是你让他发视频带节奏，现在仓库权限也绕到你办公室，你还要说自己不知道？启泰，这些事儿你至少要解释清楚。好，我可以接受内部调查，但江绵呢？他没有任何职务，却能让江董改决定，让城里闹会所，让温理事长拒捐。各位不觉得这更危险？我没有职务，所以我不签字，不审批，不调权限。从现在起，江启台暂停蓝星收购相关事务，同时暂停参与蓝星收购相关事务。江董办所有临时权限全部冻结重审。我同意。大哥，你为了一个女儿，把亲弟弟逼到这个份上。我是为了江氏把伸向外人的手赶掉。他不会认输，下一刀一定会更狠。我们是江州市公安局的，云顶会所报警，称你前日在会所扰乱经营秩序，涉嫌损坏财物，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损坏财物？我那天连杯子都没摔一个。江少，云顶说你带人砸场，是不是真的？砸你！哥，闭嘴，不能骂，不能拦。陆怀川就等江家当众冲撞民警。警官，我儿子那天只是消费，所有发票都在。我们只是依法了解情况，江先生可以带律师一起。你跟着去，所有询问全程在场。明白。别这么看我，不就喝个茶吗？哥去就回。记住3句话：第一，正常消费；第二，主动开发票；第三，没碰任何东西。记住了，我是那天现场目击人之一。江成提确实要求开具发票，但我没看到他损坏财物，如需证人，复试配合。谢谢配合。他肯作证，至少哥哥不会被一口咬死。真正麻烦的是云顶监控。我让人去调云顶周边监控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刚才一直盯着监控2个字。绵绵，别哭啊，哥这次真没犯浑。谁哭谁是小狗，你给我好好出来。是启泰动的手。他想用云顶扣我哥的锅，我们就从云顶把证据挖出来。云顶会庭说你带人闹场，逼停正常营业，还损坏了前台设备。警官，我那天包场、刷卡、开发票，你见过哪个闹事的先问商家要正规发票？这是当晚全部消费明细，时间、金额、收款方都有。收款方为什么有3家公司？这就得问云顶了。我喝酒还能喝出3个老板。这是云顶外部监控同步时间。江成礼离开后，前台设备还在正常运行。你当晚为什么坚持开发票？因为我怀疑云顶替蓝星走账。依据这些收款公司和蓝星底稿里的咨询费对得上，起源咨询、星桥服务、恒茂文化，一家都没少。警官，可能是我们员工看错了，损坏财物这事儿，我们在内部核实。报警不是儿戏。前面不是说我砸场吗？江先生，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你损坏财物，但云顶会所的收款问题，我们会另行核查。谢谢。他没事了。前台设备完好，所谓损坏是会所经理后来让人拔掉电源，拍了一段黑屏视频，果然是栽赃。江城里这回不算只会犯浑。我哥一直不笨。绵绵，哥清白回来了。少演，发票呢？全在这儿，还有民警那边的询问记录。云顶这次跑不掉。下一步，拿这些去逼周玉安当面作证。他要是不来，就让云顶先替他说。副总，周玉安改签了航班，准备今晚离开。云顶询问记录够了，现在去复试，让他当面说。副总，
我已经解锁底稿了，还想让我说什么？说说这些咨询费怎么从蓝星转到云顶，又绕进起源咨询？我不知道云顶的事儿。你知道，你还知道，陆怀川准备把假账全推给你。这是你今晚的出境记录，这是你解锁原始底藻的时间。你现在配合是主动交代，你不配合就是带账本潜逃。钱不是我拿的，我只是按陆总要求把咨询费拆到几家公司，云顶那边是他们自己处理。说清楚，谁让你换底稿？陆怀川，原始底稿里有真实订单和担保附件，还说江氏1000所有债务都能顺到江氏账户上，所以你们早就打算让我家背锅。江氏只是最合适的壳，老牌集团，现金流大，董事会又有人配合。上一世江家就是这么被盯死的，傅氏查到的不是源头，只是他们塞给江家的脏证据。上一世江家被盯死，你少问，我不问。但有件事你要知道。如果你们没有提前把样机、发票、真底稿账交出来，傅氏明天查到的只会是江氏账户里的异常资金。到时候我会冻结项目，不是因为我要害江家，而是所有证据都会指向江家。所以原来你不是敌人。我从来不是，只是你们上一局醒得太晚。那这一局就让陆怀川醒不过来。我可以做账，但你们得保证我安全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先把你知道的全写下来。绵绵，下一步呢？让他出面。陆怀川最怕的不是账本，是自己人开口。绵绵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江二叔把我推出去了，网上都骂我，说我收钱剪视频，我工作室也被查了。绵绵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没人保你了。我承认我嫉妒你，你什么都有，江家疼你，城里哥护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吃点苦，我没想害温怡。你拿我妈开刀，还说没想害？我不知道那笔钱有问题，江二叔只说让我发视频，把舆论往江家自导自演上带。他说等收购签了，会给我工作室投资。上一世他也是这样哭，可妈妈被骂到闭门不出时，他没出来说过一句真话。你不准备原谅他？我不是菩萨。绵绵，你帮帮我，我可以发声明，我可以道歉。道歉没用，我要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，江启泰让你找营销号的原始文件，少一份，你就自己面对警方和媒体。我给了，你能保我吗？你还敢谈条件？我只能保证，你交出来的东西会按证据处理。至于别人原不原谅你，不是我替他们决定。江二叔有个私人邮箱，所有视频素材和话术都从那里发。他还让我收一笔工作室顾问费，钱不是他打的，是起源文化。起源文化和起源咨询同一控制人，又是陆怀川。都在这里，绵绵，我真的后悔了。后悔是你的事，证据是江家的事。这个邮箱我见过，陆总发假底稿也用过它。这就是陆怀川和二叔共用的刀。副总，蓝星工厂出事儿了，媒体已经到门口，通稿说江氏强行介入管理，导致污染泄漏，环保事故也提前了。陆怀川要把旧账一次性扣到江家头上。去工厂。蓝星工厂今晚发生疑似污染泄漏，据知情人士称，事故与江氏强行介入管理有关。江氏连门都没进过，介入个鬼！这套说辞陆总早准备过，只要江氏签约，就环保问题就转到江氏头上。事故不是今晚才有的，你确定？查监测数据，真实异常时间一定早于江氏停签。今晚数据异常，但3天前凌晨已经有一次峰值，后来被人工标成设备误差。谁标的？蓝星厂区管理员账号。那个账号归陆总的人管，不归财务。陆总吩咐，今晚任何外人不能进。你们往江家身上泼脏水，还不让我们看现场？不用进，
看门口监控。监控坏了，调路口公共监控。3天前，那时候江氏还没签约吧？江氏从未接管蓝星工厂，事故如果发生在3天前，责任不在江氏。副市会把监测数据和路口监控一并提交监管。我不能再待这儿了。你又想跑，陆怀川不会放过我的。你们有副市，有江家，我有什么？你有证词，说出来才是保密。雨安，外面乱，别被江家利用。你现在回来，我还能保你。底稿递换、咨询费陈分都是你经手，你应该清楚谁最容易背这个锅。把你手里的东西交回来，今晚的事我当没发生，否则蓝星所有财务问题都会推到你头上。陆总，底稿是你让我换的，起源咨询、星桥服务、恒茂文化也是你让我拆的，我有邮件、有录音、有转账批示。周宇安，你想清楚。我想清楚了，我要作证。里面有陆怀川让我换底稿的语音，还有我备份的真账本，你们要保我。副市会把你移交给监管保护。副总，录音、通话记录、原始账本备份，全部编号留痕。蓝星刚发公告，下调30%估值，优先跟江氏完成交易，降30%，这机会不能错过。陆怀川送来的便宜能叫便宜？银行和供应商都在催，江氏再拖不起。周宇安昨晚刚交证据，陆怀天今天就降价。商场看的是机会。江董，陆总到了，降价版收购书也带来了。让他进来，当面谈。江董，江氏签了是翻身，不签，今天下午债权人就会上门。债权人为什么听你的？我只是提醒，市场没耐心，银行更没耐心。又拿资金链逼我爸，只要签了，蓝星旧债、环保赔偿、假账责任，全都会压到江家头上。大哥，价格已经低成这样了，别再拖了。江董，签吧，你总不能让江氏毁在你手里。爸，陆总说的对，江氏不能毁在我手里。江董明智，所以这份合同不签。江氏今天让我女儿先把风险谈清楚。陆总，别急着笑，你埋在合同里的雷，我们一条一条拆。江董，这么大的并购让江冕来谈，他连董事会席位都没有。从现在起，江冕是江氏蓝星收购专项顾问，他只提风险意见，最终签署权仍在董事长和董事会。大哥，你这是拿整个江氏陪他胡闹。二叔，你急什么？合同又不是你签。江小姐，傅燕慈教你背了几条条款，就敢坐到谈判桌上？不用傅燕慈教，陆总的坑写得太直白。第一，交割日前的所有债务，合同写的是由收购后主体统一承接，翻成人话，就是蓝星以前欠的钱，江氏买单。不是说只收技术线和客户吗？债务随资产走，是正常安排。那就改，交割日前债务由蓝星原股东承担。陆总敢不敢？第二，环保争议，这里写历史经营狭欢由新管理方配合处理。配合处理4个字，够你把昨晚工厂的赔偿全塞给江氏。所以他不是降价，是把雷一起卖给我们。江小姐，合同不是这么断章取义的。那就当场删掉。交割日前所有环保、税务、财务责任均由蓝星原控制人承担。江冕，你别把话说死，谈判要留余地。二叔，你是替江氏留余地，还是替陆怀川留退路？第三，江氏一旦签字，就等于确认蓝星提供的财务数据真实有效。周宇安昨晚刚交出真账本，陆总今天就催签，是怕我们查完吗？江冕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在说
这不是收购书，是免责书。江氏签了，陆总干干净净脱身，江家替你背债、背赔偿、背假账。不敢，这合同谁敢签？给我10分钟。不是给你10分钟，是给江氏一个干净合同。陆总，降价谁都会喊，敢不敢把雷拆出来，才是真让利。他肯定不会真改，10分钟是去搬救兵。那就看他搬谁。副总，富氏临时董事会视频会议，几位董事要求您立刻退出江氏项目。你先处理。富氏是投资方，不是江家的护身符，立刻撤回风控团队。副总，这件事本来就不该拖你下水。他现在撤也没错，富氏没理由赔江氏赌命。这不是赔江家赌。3年前，陆怀川用同样手法吞过富氏一个供应链项目，假账、假债、责任转嫁，一模一样。蓝星不是江氏一家的事，是主事这套局第一次露出完整证据链。风控团队可以留下，但所有证据必须同步富氏法务。可以。副总，原来你也不是路过。我等这一天比你想的久。那我们江家算不算抱上大腿了？10分钟，不是拿去改条款的。江小姐要干净合同，蓝星当然愿意谈，但这么大的调整不能在走廊里改。明天原定并购发布会照常，所有条款双方律师和董事会当众说明。你想把压力挪到媒体面前，江董，江氏如果问心无趣，公开说明不是更好？你不是改合同，是换战场。副总明天也可以来，正好让外界看看富氏到底是风控还是战队。好，那就明天发布会见。动作快，找到江启明那份旧授权书。江总，这东西明天真能用？发布会上我拿出来，江启明就是失职补签，陆怀川就能按旧协议推进收购。让他拿，那份授权书每一页都有追踪水印，他拿得越急，明天死得越明白。哥，回家把爸妈叫起来，所有证据今晚最后过一遍。那你呢？我通知傅燕慈，明天这场发布会少一份证据都不行。江董，富氏法务已经同步过证据，我来补最后一块。进来吧，今晚没有外人。他偷走的是我们故意放的那份？水印连着取件时间、柜号、开锁记录，明天他只要敢拿出来，就等于承认越权调档。绵绵，累不累？妈，我还撑得住，先把明天这一关过了。云顶发票链、沈巍聊天记录、周玉安证词都在这儿。富氏这边有审计底稿、替换日志、环保事故时间线，还有展示电脑缓存备份。以前我总觉得江家的担子该我一个人扛。爸，明天别一个人扛了，你只要坐在那儿，看我们把棋下完。明天我们一家人一起去。富氏法务和风控同步到现场，明天他们想切断证据链没那么容易。那就让陆怀川和二叔看看江家不是没人了。今天原定公布江氏与蓝星后续合作安排，在公布前，我必须替江氏股东说一句公道话。江启明在收购中反复失职，明明已经补签授权，却临时反悔，导致江氏信誉受损。江董，补签授权是真的吗？补签授权，江董这边，江氏是不是早就同意按旧合议收购蓝星？我尊重江氏内部决定，但蓝星不能一直被拖着。请现场播放授权书。江启明不适合继续代表江氏谈判。绵绵，我陪你。二叔，你确定这份文件是我爸补签的？白纸黑字，所有人都看得见。那就麻烦现场再看一份记录。江总，这文件是您昨晚取走的？这是内部流程，我有权调档。调档可以，塞补签页不可以。江绵，别把家丑闹到台面上。陆总急什么？这才第一份。
这是蓝星展示电脑里恢复出的缓存，名单建立时间早于江氏接触蓝星。他们早就想把债扣到江家头上，所以今天不是江氏反悔，是有人从一开始就想让江家替蓝星背锅。陆总，这份名单是真的吗？江氏是不是被提前设计进担保责任里？缓存文件可以伪造，副总拿一份来路不明的文件就想给蓝星下结论，一份不够，那就看完整证据。发票抬头，对应蓝星拆出去的咨询费公司，起源公益邮件证明3000万善款没有进监管账户。底稿日志显示，周宇安在陆怀川授权后替换审计文件。环保监测记录证明，工厂事故发生在江氏接触蓝星之前。江家没有逼退善款，我们要求进监管账户，是因为这笔钱来源不清。基金会公示记录，今天现场可以扫码核验。周宇安的证词也现场放。底稿是陆总让我换的，起源咨询、星桥服务、恒茂文化也是陆总要求拆的。江启泰，这些公司不是你安排对接的吗？陆怀川，收购方案是你定的，账目问题也是你蓝星内部的事儿，别想把锅甩给我。还有最后一份。找到江启明那份旧授权书，再把补签页放进去。启泰，你不是替江氏争机会，你是替外人把刀递到江家心口。一个做局，一个递刀。现在这些材料足够移交监管核查了。江董，江氏还会继续收购蓝星吗？江氏即刻终止蓝星收购，启动内部审计和董事会重整，所有证据，江氏会移交监管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江家人。江家人不会把江家往火坑里推。二叔，这声大哥，你现在不配喊。原始录音、底稿日志、缓存备份、资金路径都已编号留痕。傅延迟，你真要把事儿做绝？不是我做绝，是你做局太久。爸，结束了。以后，爸不会再让你一个人挡在前面。爸，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？你心里说的原剧情，上一世，爸都听见过。不用解释，你把我们从那条路上拉回来了，这就够了。原剧情到这里终于醒了。你刚才说的原剧情是什么意思？做了个很长的噩梦，梦里我爸签了字，江家散了。我醒得太晚。现在不晚。醒了。那以后别一个人醒，至少先给我打个电话。你含蓄侧脸，不敢看我双眼。